思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多情关，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里悲凉。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天颜希望墨家能够支持我接任侠魁。你要当侠魁，天虎会同意。所以，除了希望得到墨家的支持外，田燕也盼得到纵横二位和道家仁宗的支持。想走？你不能杀他！给我让开！雾里看花，小心！甜蜜这女人，每次跑得比谁都快。可恶！兄弟，追！能哥，听我说，我一定会将她带回来。我信得过他。去吧，事情结束来醉梦楼找我。你们兄弟相隔多年重聚，应该有很多话要说呀。那个刺字，说来话长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是十恶，我是不赦。我们本就是两个背负恶名的人。为了活下去，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恶行。哈哈哈，这才是兄弟，你说对不对？我当年流落江湖，听说你没死，却犯下重罪，被打入死牢。哼，所以你大闹七国死狱，成为了闻名江湖的黑剑士。你知道我在找你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会影响我所背负的重要任务。任务？罗网？所以说，侠魁当时就已经注意到罗网的渗透了。不错，魁伟堂丑闻爆发时，侠魁意识到这是罗网搅乱六堂的开始，但其中亦有转机。转机？机会需要时间酝酿。这么多年，我如同一颗种子，耐心蛰伏，种到罗网深处，为的就是今天。你说的转机是指去罗网卧底？一个人内心的黑暗越深，就越是吸引罗网的目光。而我，作为一个被兄弟背叛、被农家抛弃的孤魂野鬼，可以说完美符合了他们的需求。为此，侠魁替我安排了一场不存在的屠杀，让我进入死牢。
两位卷入到农家乱局中，最能获利的显然不是朱家叔叔。当年张仪以连横破苏秦合纵之策，而如今的秦国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合纵之计破百家齐心的连横局面。纵与横的关系，鬼谷两位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。纵横捭阖，天下之道，江湖也无出其外。帝国对我等的确从未轻信，道家天人相争和如今的农家岂非一般无二？其中深意，逍遥先生想必明白。仁宗入世为的是泽济苍生，大小姐若能平息农家风波，避免伤亡，自是最好。多谢逍遥先生。你的确比农家其他人要聪明，可惜还不够聪明。请魏庄先生指点。症结没有根除，是治不好病的。魏庄先生指的是金妮。金妮的身份没有揭开，农家的风波就没有平息的可能。霞魁未定，人心浮动，真正的元凶可以轻易的浑水摸鱼，所以尽快将大局稳定下来，才可以溯本清源。罗网既已深入农家，这些消息自然瞒不过他们。只是你怎么能获取罗网的信任呢？这把剑来自罗网，名为寒蝉。噤若寒蝉，所以你就化名为金先生。老弟，这个“晋”字让人心酸呐。沉默是我唯一的语言。当我的剑沾上了霞魁的血，罗网就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我了。老哥，这玩笑可不能乱开。罗网杀手分为天杀地绝、魑魅魍魉8个等级。如朱堂主所言，罗网起初确实对我充满戒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刺杀霞魁的任务。想要测试你是否对农家死心，这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好毒的心思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。当时，我立刻尝试向霞魁取得联系，但罗网不分日夜监视着我，我最终没能找到机会向霞魁示警。那是一个雷雨之夜，暴雨滂沱，我在林间前行，一道闪电亮起。霞魁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他也明白了我的意图。霞魁选择让我把剑刺入他的身体，随后一掌将我击飞了出去。
我醒来后，其他杀手告诉我，任务已经达成。我刺的那一剑立下了大功。霞魁他，我至今无法忘记霞魁那决然的眼神。只在一道闪电掠过的瞬间，他便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断。霞魁为了保护你卧底的身份，不惜牺牲自己。你没有让他失望。我终于获得了罗网的信任，不过，事情可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随着我在组织里越爬越高，能够查阅的卷宗也越多。2年后，我晋升到了杀字级，无意中看到一份卷宗上记载着当年刺杀霞魁的行动。说起来，你并没有亲眼目睹任务的结果。卷宗上记录了任务完成，却并未标注霞魁死亡。罗网的记录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差错。在目标成功被击杀的情况下，卷宗上的名字一定会被划掉。是的，可惜卷宗上的记录仅止于此。我等级不够，无法进一步查证霞魁的生死。你最后见到霞魁的地方在哪儿？大泽山。楼里有情况。支持你当霞魁？朱家叔叔，典庆前辈的死非我所愿，我只是希望农家乱局能够早日结束。哼，神农堂战力大损，难道不是你所乐见的吗？若是如此，先前举行炎帝诀，让阿次去追杀各位时，田岩就不会投下反对票了。炎帝诀？哼，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？所以，朱家叔叔想必清楚，若是让田岩以外的人当上霞魁，神农堂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吧？典庆前辈的仇不能不报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就拼个你死我活吧！恐怕各位不但没有继续争夺霞魁的实力，连玉石俱焚都办不到。可我们似乎并不只有这2条路可走吧？是的，朱家叔叔可以选择带领神农堂退出农家，这也是另一条路。但农家源远流长的传承也会就此分崩离析。而且，以二叔的脾气，就算你离开农家，他也不会放过你。也好，退出农家都不行。朱家叔叔，田岩之前虽多有得罪，但绝不愿和你斗至鱼死网破。在此向你致歉。一旦田岩当上霞魁，便会下令停止所有争斗，并且厚葬典庆前辈以及所有牺牲的农家弟子们。你劝得了我，劝得了田虎吗？在此之前，田岩已经拜访过墨家、道家仁宗，以及鬼谷纵横。
他们皆已表达了支持的意愿。田岩会尽力达成各方的要求，同时，也有一个不能动摇的条件。说吧。复仇是弑杀的源头。六堂因为父亲之死而产生了巨大的仇恨，从而掀起这场六堂争斗。田岩希望朱家叔叔承诺原谅司徒堂主，往后不对四月堂复仇。就算咱们支持你，也不过是2对4的局面。再说，司徒老混蛋岂会收手？司徒堂主是一名赌徒，而不是赌鬼。赌徒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他们永远懂得该如何下注。一旦实力的天平有所变动，他必会灵活地改变自己的选择。哼，这样的人实在让我恶心。但就算加上他，也不过是3对3。实际上，是4对2。啊？因为还有圣七叔叔。我不过是一个被农家驱逐出去的叛徒，你指望我能做什么？如果圣七叔叔真的自认为是叛徒，这次就不会回农家了。的确，当年是父亲和甜蜜合谋陷害了叔叔，可父亲已经过世，还望圣七叔叔莫再追究父亲的罪责。然而，甜蜜还活着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甜蜜勾结罗网，染指魁伟堂，罪不可赦。只要田岩当上侠魁，会立即革除他的堂主之职，圣七叔叔也可以找回自己的名字。陈胜才是魁伟堂真正的堂主。屏风后的那位，可是诸位的朋友。看来，要找回自己名字的，不仅仅是陈胜叔叔一个人。4对2，各位愿意支持田岩吗？什么算拥有？坦白总会输给了沉默，一遍遍情绪汹涌的挣脱，追逐和错过，谁能看透？这笔账得算一算。今天不把药给我，你想象不出我会对你做什么。礼物还是伤害，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我不能给他用这个药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个方法或许可行。有一件重要的东西，希望你能看一眼。
请搜索《天行九歌》进行观看哦。